大家好，我叫小海。谢谢。最近节目组给我们准备衣服，我发现很多衣服我都不敢穿，比如说我就不敢穿短裙，因为我害怕别人说我腿粗。其实也没多粗，就是不细。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你没看清，你们再看一下。对。你们很善良，好 ，OK，对我从来不敢露腿，所以对我来说，我的腿已经成了我的隐私部位。就对我来说，刚才的表演已经擦边了。有些衣服我不敢穿，有些衣服我不想穿，比如说我就不想穿胸罩，别害怕，我现在穿着呢。我不想穿，是因为我前一阵体检得了乳腺结节，医生跟我说穿胸罩不利于血液循环，每天穿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8个小时。我说8个小时，谁能下班啊？我不可能上着班儿。领导正跟我谈话呢。我说，哟，8小时了，我的胸罩下班了。解脱了。而且夏天穿也很热。对吧？女生知道，几乎所有内衣里边都有一层厚厚的海绵。我夏天出门换衣服的时候，我都觉得有点对不起我的胸，我都想跟他们说，胸大胸二啊。难为你们了，今天外边太热了，来把棉袄穿上吧。除了很热，也很麻烦，有时候晚上出去扔垃圾都得穿胸罩。有一次我觉得真的很麻烦，所以我就干脆戴了个口罩。我觉得如果人只需要穿一件衣服，就是口罩。我甚至都可以只穿口罩。我打网约车就没有司机找不着我。司机说：“你穿的什么衣服呀 ？N95。”我试过很多方法，怎么可以不穿？比如胸贴，但胸贴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就是出汗容易掉，所以我在台上从来不敢戴，我怕我在台上掉装备。我还得赶紧跪在上面说：“这是我护膝。”胸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我会过敏。人多我又不好意思挠，我就只能捶胸脯。有一次我看中国新说唱，我说 rapper 肯定带了。打招呼都是 Hey yo bra。我就特别羡慕有人敢不穿。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女生没有穿，我很佩服她的勇气，但就有人评论她说她这样扰民。我说她怎么就扰民了啊？她是在街上扫射别人吗？如果你觉得她扰民的话，你可以报警，对吧？你说警察这里有人扰民，警察说有噪音吗？什么噪音？是我脑子里肮脏的想法。他怎么就扰民了啊？如果不穿内衣扰民的话，那光膀子大爷是不是至少应该判个无期？同样都是不穿，你为啥不去评论一下光膀子大爷？好看，爱看，想谈。就是不想穿内衣这个事情，除了网友不理解，很多父母也不理解。有一次我跟我妈说我不想穿，我妈说正经人哪有不穿的？
我当时我都变成那英了，我说这简直就是危言耸听。我妈还跟我说穿内衣有好处，她说穿内衣是为了保护女性安全。我说怎么保护啊？把里边钢丝抽出来把坏人扎死吗？内衣要是能保护女性安全，怎么没有人去庙里求个平安照？送给朋友说特意给你求了个祭照杯，保佑你逢凶化吉。记得一定要罩在头上，那才真正的好兆头。我第一次听说内衣能保护女性安全，怎么坏人最怕的是内衣吗？啊，两个流氓正要骚扰一个女生，女生挑起上肩带，流氓说快跑，有胸罩。咱俩分开跑，他一个能扣俩。我妈还跟我说穿内衣有好处，可以防止下垂。她说：“你看内衣广告说了，我们这个可以防止下垂，能够对抗重力。”我说：“对抗重力，这么厉害的科技，咋不用来发射火箭？”回头采访马斯克说：“您登陆火星的秘密是什么？维多利亚的秘密。”对，其实我说了这么多，我就是希望女生穿衣服能少一点束缚，多一点自由。本来我想说的话还有很多，但是我今天从出门到现在已经8个小时了。谢谢大家，我是小海。谢谢小海精彩的表演，喜欢他这段表演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忘了还要为他投票。3、2、1。请锁票。再次谢谢小海，我先多说一句我自己的感受。选择险峻的话题是演员的勇敢，但是能把险峻的话题讲得好笑，才是所有脱口秀演员追求的那个成功的标准。我想至少今天你做到了，谢谢你。也谢谢我们现场的观众，没有你们的笑声，没有任何一个笑话是成立的。谢谢你们支持他，谢谢。首先，小海，我想先问你，今天的观众反应是你预期中的吗？完全没有。因为我之前在开放麦之前试过几场，有几场就是冷到爆的，所以我今天预期就是可能会冷到爆。所以我觉得今天也特别谢谢今天的观众，你们也给我了勇气，谢谢你们的肯定，谢谢。对，而且有几个男观众特别值得表扬。对，因为男观众一般开放麦是或者演出是不会笑的，这他们也 get 不到，特别感谢你们，真懂喜剧，谢谢。因为我非常喜欢你选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公开的讨论内衣啊、胸罩啊这个问题。其实，就像卫生巾啊、内衣这种话题，在过去的公开语境里，大家是很少把全名说出来的，好像这就是带着某一种私密的甚至羞耻感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来可以公开的讨论这个话题，并且讨论我们就是不舒服不舒适，我们有没有权利不穿它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进步。而且就如庞博所说，你讲的非常的好笑，我非常感谢你把这个自由的话题带到了这个舞台上，然后让我们每个女性都可以去思考一下，其实我可以不穿内衣的。谢谢你，谢谢天真老师。我觉得你特别的棒。谢谢佩森老师。首先，我想先跟你说，就算你的腿不细，也不会干预你的美，因为美是你自己定义的。其实我们这边有好多女生，我们都笑得特别大声。然后想要告诉你的是，你把我们的心声都讲出来了。希望你以后多把我们的心声可以化成幽默的方式，让大家知道，其实我们也是很辛苦的。所以，就算维多利亚的秘密也有可能可以登入到，也是很神圣的事情。以前我们不能说的事，我觉得现在我们可以敞开来说，然后是可以很幽默风趣的。谢谢你，谢谢佩岑老师，谢谢。我是觉得小海今天真的是让我完全刮目相看。而且，尤其今天咱探讨的这个议题的，我确实 您 get 到了。是。
我虽然没有办法完全感同身受啊，但是其实我觉得小海，包括咱们第1期的王悦当时呢探讨的是痛经的问题，对，小海聊的是这胸罩问题，就是说，我们很希望就有人愿意给我们科普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很需要像你和王悦这样的人来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也很想了解，其实好多事儿就是你越不提它就好，越不能提似的。反而像你似的，你看我觉得你这个度把握得非常好，开诚布公、大大方方的，然后我就觉得哎，还真是这么回事儿。说实话，我在家有时候也不爱穿衣裳，所以我跟我爸有时候不老见面的原因是因为，你知道吧？就是家里就一件褂子是吧？那也不是，就是我爸肯定不能接受他儿子光是在旁边站着，但是我自己在家就 OK。这确实也分场合嘛，对吧？我爸见我也穿衣服。对，所以我觉得您这个特别好，就是能够科普给所有，不管是男孩、女孩、中国人、外国人，大家都聊一聊这事儿，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非常好，今天非常好。谢谢郭姐，您别说了，谢谢。你的出发点，你想说这件事儿的态度是特别真诚的，你知道吗？就是一个人，其实不在于他所选择的这个题材险峻还是不险峻，而是他是不是用一颗真心在讲我所想讲的事情。坐在底下听的人是在用心听还是在用脑子听？在用脑子听的时候，就会七叉八叉。如果你用心听，你就能知道那个人用心去讲的他自己那个观点，是可以建立沟通的。因为观点没有对错，或者对错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认真的、真诚的讲他自己的观点。这个重要，所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它核心的那个东西是，我们有一个舞台，让他发自本心的去讲他自己想讲的那个事情，我们同意就给他一些掌声，给他一些笑声，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那么多的欢愉，特别美好的一件事情。谢谢马东老师，特别棒。您这说的特别对，就是他想和别人沟通，想让别人往心里去。因为有的人站在这舞台上，就是我怎么看，我也不管你们爱怎么着，我当我就说我的，那样其实是一个无效沟通。但小海确实做到了，非常好，非常好。我有一个瞬间，我确实是梦回了若干年前《奇葩说》的那个现场。就是我被淘汰那场吗？我海选。哦，那时候我们不成熟。我觉得就是非常感谢今天的观众，然后4位导师也是讲出了，我觉得他们说的话是我们演员最希望看到的观众的样子，就是你们知道我们想说什么，即便你们可能没有感受、不同意，但是你们也尊重我们表达的权利，你们是最完美的观众，谢谢你们。对，是的，我想，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大家在小海演完就会看到他的本人的这个状态，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张扬的，在时时刻刻都非常勇敢的这么一个人，但是仍然选择在舞台上讲出这样的题材，并且用非常好笑的方式处理出来。我觉得他应该现在比谁都开心。我们能看到你也拿到了7分组的4票满票，恭喜你。那对决仍在继续，我们也暂时先不公布你的票数，请先回到对战区等待。就像最开始说的，这一场会是一个激烈的3人对决。大家好，我是刘润成，非常开心看到大家，谢谢大家。很开心啊，今年确实不一样了。去年节目结束之后，很多朋友就认识我嘛，也了解了我们家的产业，经常见面就喊我们2代。但还是好开玩笑，但真有人在网上造谣说我家其实很有钱，我还挺难受的。还有人说我之所以能进总决赛，是因为写到了富航的合同里面。辟谣啊，没有什么背景，也没什么资源，小时候家里穷的还算是公开透明。当时我们住在店里面，说是店，其实就是一个街边的车库。完全密闭的空间，只有一个卷帘门，这就导致我从小就不相信圣诞老人会来我家，因为我觉得他应该做不到静悄悄地进入我家。就那个卷帘门呐，那玩意儿一拉，全小区都醒了，全小区都知道我们家穷的叮当哐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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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
但我从小对那个卷帘门就有很大的意见，因为我觉得太吵了，而且我们家就是做门的，为什么用一个这么差的门呢？我就很不服。有时候看那个门有点想哭。古话说得好，变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胖子门窗家就用卷帘门。住在车库里面，生活却也是很不方便，洗澡也很不方便。那时候冬天还好，把门一拉，拿个盆在里面洗；夏天就很麻烦，店里特别热。有2年我爸就特别嫌麻烦，他就直接让我在门口洗澡。你没有听错，门口洗澡，门口大马路上洗澡。其他小伙伴都去公共浴室洗澡，只有我公共场合就是我的浴室。但那会儿实在太小了，没什么羞耻感，也完全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完全不在乎别人的眼光。我都没注意那有个探头。我是洗干净了，电子眼越来越脏，天网恢恢，我全漏了。但我从小还是比较懂事的，一边在家里面店里面去帮忙照顾生意，一边去努力的学习。从小我就知道，这是不锈钢，这是铝合金，这是陋室，惟吾德馨。米兰昆德拉有一本书叫《生活在别处》，我童年也是一本书《生活在车库》，所以我就很想住在很高的地方，那是我的梦想。等我真有条件之后，前2年还没上节目，赚了一些钱，工作了，我就想住高一点。我住在上海静安区的一个老房子7楼，可以便宜一点，演出方便一点。大家如果了解会知道，其实法律规定啊，一个房子没有电梯的话，只能修到6楼，但我住在7楼。严格来说，那段时间我住在法外之地。哎，那开发商很幽默，他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换了个说法，他说我们那个1楼是0楼，2楼是1楼，他说我住在6楼。我说你这个太厉害了，你不解决问题，你改变定义呀。感觉小时候考试呢，问你什么饭店离小明200米，小明每分钟走50米，问你需要几分钟，你回答小明不去了。小明可以点外卖，今天想吃黄焖鸡。再配上一瓶乐宝啤酒，小明不再思考，今天只想玩好，放开玩 ，Why not？ 小明吃饱喝好，乐宝。老房子卫生间也特别小，只有1.4个平方，我很不习惯。要知道我小时候，那都是400多个平方，1.4个平方卫生间太小了。你们知道1.4个平方卫生间什么概念吗？就是我很难在里面摔死。是。有一次我在里面洗澡，脚一滑往后一倒，闭上一瞬间，我以为会倒地上流一地的血，睁开眼发现自己就这么卡墙上，整个人什么事儿都没有，一点伤都没有，全都是泡沫。太累了，那会儿每天就要爬7楼，真的很累。我观察过我身边所有7楼的邻居，没有人爬7楼是很开心的，就没有人爬7楼之前会大喊一声 “Go Go Go， 出发了”。那段时间我只爱外卖小哥，毕竟爱是常觉亏欠。我那时候点外卖，主动把门打开，在门口等他，不舍得让他敲门，怕他没有力气。也怕他砸门的时候太有力气，然后我就发现，没有一个小哥可以做到无言独上7楼。他们话总是特别多，骂得我不敢下楼，一个人在寂寞梧桐区深院锁清秋。我那时候，我甚至可以通过听就判断一个小哥是不是跟我一样胖，不用看，听就可以。跟我一样胖的很好听，你就听那个脚步声，
一开始还很欢快，是那种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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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一会儿会变成哒哒哒，然后会变成。啊，一般这时候我手机就响了，我就听到小哥跟我说。我到5楼了，你准备一下出来拿一下吧。我说其实你在4楼。你以为你在第5层，其实你在第4层，加油，再上2层楼。去年节目结束之后，我生活真的变好了很多。所以我终于完成了童年的梦想，我现在住在20楼，有电梯。这是上海吗？你在干嘛？但我真的很开心，真的住得很高的地方，而且我们家现在卫生间也很宽敞，所以为了弥补我童年的遗憾，我现在每天洗5次澡，怕忘了在床头刻了一个早字。每天早上起来，我就吃早饭，洗早澡。但住得很高，也有我想象不到的地方。我有很严重的恐高症，以前完全不知道。我住过7楼，但那个7楼没有阳台，所以我不知道。我现在每天晒衣服，那个腿抖的呀，衣服还没挂上去就干了，很讽刺，我觉得。住上高楼才发现自己恐高，感觉就像屠龙勇士屠完恶龙，才发现比起公主，他更想保护动物。但我觉得这都是我可以接受的，因为我是一个有钱人，这是有钱人可以忍受的。有一天，我请我朋友来家里吃饭，他突然给我看了个新闻，他跟我说，高层住宅未来即将变成贫民窟，这个我无法接受。但他讲的很有道理，我也听进去了。他给我举了很多例子，他说现在美国就这样子，这是一个城市化的趋势。现在美国在芝加哥市中心的高层已经住满了穷人，而那些有钱人早就搬到了郊区的别墅。他们平时最爱待的地方，就是他们家的车库。我被资本主义做局了。那一刻，说实话，真的还挺想哭的。我才发现，原来我在哪里哭，哪里就是贫民窟。就这样，我是刘文成，拜拜。谢谢刘仁成的表演。投票倒计时，3、2、1，请锁票。再次谢谢阿成。你要先回应一下合同的问题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你越来越帅了。别整，别整。就大家看他这个表演的状态，包括我们之前也在说，他其实是一个特别容易着急、上火、焦虑的一个人。今天有好点吗？今天好一点吧，因为昨天是想弃赛来着。没开玩笑，开玩笑，就是我这个人就是比较容易紧张，然后其实去年已经走到最后了，今年录到第2轮，但我每次上台都跟第一次上台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我永远就是很稚嫩的一个人，感觉就是永远年轻。我说出来觉得有点不合适了这句话。我从小是班级里面那个就是很爱说话，但是轮到那种公共活动的话是轮不到我的，我不会去主持晚会，不会去表演节目，所以上台对我来说是很梦幻的事情，到现在也是一样，所以我到现在还是很紧张。加油！那这次当上队长呢，对你是压力还是动力哪个比较多一些？都有吧，我觉得压力肯定很大，但是我发现第1轮队长全输了就好很多了。但动力也会有一些，我会帮朋友们去看看稿子，我很喜欢帮别人看稿子。正好说到这个压力、焦虑、创作带来的这种紧迫感，咱们问问那个喜剧监狱的监狱长马老师，你有焦虑吗？我非常焦虑，我这整个40个人里面没有，他加起来没有一个人焦虑。
回头我把阿成的微信推给您，他每天改自己微信的后缀。先把你屏蔽了，我跟你说，我最怕看人朋友圈那个散发焦虑了。但是我觉得他的整个作品，你知道，就是好作品，包括那边2位晋级那2位，他们整个好作品都有一个文学性，就是他有一个，在他这个文本之外的后面的那一句话一直贯穿着自己的作品，然后看他这个就从小一直到回到那个富人愿意在别墅里面住车库的时候，你这个东西立刻就放到一起了。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可以跟你这个服装老师谈一谈，就是我知道你们家是做门窗，但是你不能把窗帘穿出来，你知道吗？我还觉得挺好看的呢。这个我跟你讲，这个就是小时候审美留下的一些阴影，你知道吗？真的，我特别喜欢他这个作品，就是特别完整。其实我觉得挺开心能跟马东老师有这个机会的，因为我当年连续4年报名奇葩说，被淘汰了5次。为什么？因为他有一年把我淘汰了之后，让我再试一次，又给我淘汰了。鞭尸。马东老师，不好意思，我也被淘汰过1次。真的？奇葩说吗？对，我去那儿就是大概跟人家辩论嘛，辩论了5分钟，然后对面看着我说：“你就是个大喇叭。”然后我就被淘汰了。对，他说我是大喇叭，我一辈子忘不了。他说我是大喇叭。佩岑姐也是第一次看阿成的现场演出吧？但因为他的造型让我想到有一个脱口秀演员叫 Fluffy， 你们有看过吗？蓬松哥。Fluffy， 对，蓬松哥，然后他也是讲的段子是比较纯净的，然后就带给大家欢乐。所以刚刚我就是感觉上，你刚刚说你在你的那个床头磕了一个枣，那你的表演在我心里磕了一个好。哎呀！好甜哦，好甜哦，我好想学会这样讲话。我就特别希望天真把佩岑刚才这番话给重复一遍。天真，你来一下，你来一下。好啊。天真先把那个夹起来，声音夹起来。在我心里磕了一个好。我们认识天真姐也有几年时间了，第一次听你这样说话。我以后都可以这样说话。好，杨天真真的有你们没见过那一面。我觉得那个阿成啊，我有个感受啊，今天你的这一场呢，让我觉得特别像蜕壳，就你知道那个螃蟹成长的过程，它是得吓我一跳，我以为是王八呢。就是你得蜕掉你那个壳，就是你上一场我能感受到你非常紧张，因为上一场尤其是你又当队长，然后有那么多厉害的新演员突然出现，就是因为我没有你的朋友圈，我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样传导焦虑的。他今天回去就会改成刘仁成（括号被侯佩岑夸奖版），就是我觉得。因为这个职业就是这样子的，他一定会经历我被看见、被喜欢、被争议，你会怀疑自己可能是不是观众不喜欢我了等等那一系列的过程，你才刚刚开始。因为你是一个非常有风格也非常有观点的人，我觉得要坚定的相信自己，你肯定可以，加油，继续加油，好不好？加油！好。佩岑姐也是看得很开心，可能我也刚刚经历过一个竞技类的节目，然后我也是当了队长，我也是很怕被人看见的。但有时候我觉得焦虑会让我们更好，然后可能我们也不一定要压抑那个焦虑。我觉得站在台上，有时候焦虑会让你更战战兢兢的，就是你珍惜每一次的演出，这也是一件好事。我争取下次去浪姐。开玩笑，去拼。你放过湖南卫视吧，别争取了吧。我这边霍霍吧，还是。很精彩的演出，很精彩的演出。谢谢阿成，阿成也获得了气氛组的4票。我们请阿成先回到对决区休息。下一位也是最后要出场的这位演员，也是今年的新人朋友，我们掌声有请岳明。第一场就是信心大减，
岳明158票。欢迎岳明回到比赛当中。我心情好复杂呀。然后第2场就想，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想把自己最好的那个状态表现出来。然后直接就把后面的演出都推掉了，提前来上海适应一下开放麦的环境什么的。岳明是这样的，岳明为自己搞得焦虑的时候，就会做一个这个。给我们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好吗？这个是岳明老师为我们亲手打造的 logo， 一颗苹果。对灰。哎，明天我们上去我们就带着这个。我不得不问，这个做了多久？其实很好做的，半个小时一个。半个小时一个，然后现在这个大概是3万。都不睡觉，俩狗。还是希望第2场能打一个翻身仗吧，希望尽自己的全力去展示，不让自己后悔。大家好，我是岳明。你知道你们刚才喊冠军的时候我多崩溃吗？你们笑得越大声，我越笑不出来。我说实话，我选他们俩啊，单纯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太容易相信别人了。他们一个天天在朋友圈焦虑，一个天天跟我说我稿子不行，我稿子不行。我感觉我都信了，就我信了。他不是稿子不行，是我脑子不行呀。咋往下讲？说说我脑子不行的事儿吧。我这个人确实脑子不太行，特别容易被骗。前段时间被骗了4万4。我当时我就想，我太笨了，我太笨，但是我好有钱呢。太有钱，4万多啥没干，就换这么一套段子。所以大家不用同情我，不用太悲伤，就笑。你们不笑，我回不了本儿。其实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已经过去了，为什么想说？我就是希望能帮一个是一个。咱别遇上这种事儿，因为很多人他觉得自己很聪明，他觉得自己不会被骗。那是你没碰上合适的。真命骗子，哎呦我的天哪！咔咔给人打钱，太上头。我就是碰到真命骗子了。那个骗子就在微博上冒充我一个在埃及旅游的朋友，管我借钱买回国的机票，要1万8。我真去查了，真是1万8。他没有骗我，所以二话没说就把钱给他打过去了。我还跟他说，我说赶紧抢。特价票不好抢，结果过了一会儿，他光要第二笔钱要2万6。我说你不会被骗了吧？他说你放心，我不会被骗的。我说那没有问题啊。我说那这2万6是什么钱？他说刚才抢经济舱没有抢到，想升个舱。我就说特价票不好抢。我二话没说就把钱给他打过去了。我说这次可不要抢不到了哦，小笨蛋。结果过了一会儿，他光要第3笔钱，要3万。那个时候我已经没有钱了。我说这个又是什么钱？他说是托运费。我说托运木乃伊也要3万。我后来想，木乃伊可能是埃及的土特产。所以二话没说，我就去借钱了啊！我就去找我们共同朋友借钱。共同朋友说你被骗了，你赶紧打电话报警吧。我说打电话报警，他们能借我3万吗？啊，开玩笑，报警了。报警之后，说实话，挺难受的，心里不得劲儿，感觉很委屈。我就想让我妈安慰我一下，我就给我妈打电话，电话一通我就绷不住，我开始哭。我妈说：“你说话啊！”
我妈说你把水壶关呀。这么大人能被骗啊？然后我妈开始问我怎么被骗的，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被骗多少钱、什么银行卡号多少。我说实话，就这些问题啊，骗子都问过。问到后面我都怀疑她是不是我的妈妈。我说你给我打200块钱，她说你滚。是我妈，是我妈啊。但是确实跟我妈聊完之后心情好很多，然后就挂了电话之后自己冷静了一下。结果我爸下班之后听说了这个事情，我爸又给我打电话，问我怎么被骗的，什么时间什么。我觉得我爸是关心我的，所以我跟我爸又说了一遍。然后我老舅又给我打电话，我说老舅，你现在就把这个电话给我挂了，我现在就在家族群里开一个群通话。我再说一遍，最后一遍，你把这遍给我录下来，你去给我姥爷上坟的时候给他再放一遍。哎，说实话，感觉自己被骗完一次之后，感觉成电信诈骗的 VIP 客户了。他们有什么骗术都得让我体验一下。我每次接陌生电话，不是法院的传票，就淘宝退货，要不各种白条、机场改签，全是诈骗，全是诈骗。所以我对陌生电话非常抵触。我有次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就4个字儿：陌生电话，都给我气笑了。我说你们就我一个受害者吗？啊，可着我一只羊薅啊，薅秃了，我很生气，我接起来我要骂他。我说喂，他说哎你好，我说干嘛？干嘛？他说你在哪儿？我在你爹坟里。我说来，我弄死你来。他说妈，那你这外卖给放哪儿？对不起啊。那天差点饿死。但是不能赖我，那段时间确实精神状态不太好，有点抑郁了。因为你看我被骗，我帮别人被骗呢，我3观都毁了，天天让我助人为乐，乐不出来，天天在家以泪洗面，说为什么好人没好报？为什么帮助别人受伤的是我？再不当好人了，我要当坏人。我以后我就随地大小便，随地吐痰，不给老人让座，坏死他们！我说实话，那段时间我觉得我的善良一文不值。我朋友说值4万4呢。当然，我说这个事情也是希望大家以我为戒啊，但是不要可着我一个人戒好吗？谢谢大家，我是月饼。谢谢月明的表演，喜欢他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谢谢月明，很精彩的表演啊，很精彩的表演。谢谢。我刚上来的时候压力还是挺大的，是不是？是，因为我觉得必输无疑。但你那个现挂的这个开场的引入非常非常好，就是谢谢，我也是，就是真的崩溃了。就是你说他们俩骗了你，你也没饶了他们俩，什么意思？你也复习了呀，你也复习了。怎么样？四位看完看的笑得很开心，是不是？是，而且月明他的这个表演状态特别可爱。对，听他说我不能听，我得看你，就是他非常活泼。跟那个小手办似的，就是特别，特别有那个状态，特别好，就是特别像，尤其刚才你讲这故事，讲一个自己被骗的过程，就特像是那个不知道谁家的孩子，然后就回家跟家里告状，我今儿怎么在外面，我跟你说我怎么，就特有那种感觉，非常生动，特好。我觉得月明就很那种。我就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看卡通片还是什么？我超爱，我也是混2次元的啊。对，就是所以整个人是很有那种，跳进跳出的感觉。有时候你在演，然后我觉得你会一会儿变成个 Q 版，然后一会儿又变成个那个正常版的那个感觉，在那个表演的时候，然后你模仿我是拍在模仿水壶教那块儿，
声音也很厉害，也很有表现力。谢谢。啊，我很喜欢，而且我觉得好像比较少看到，本来那个脱口秀演员里加表演这种，就比较少，女演员里就更少。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很独树一帜的一个表演风格。因为我平时说话可能就是有点那种，就是啊，神经病是不是？就是这种。就是有点颠，然后后来就是把这个劲儿放到台上之后，台下就没劲儿了。对，所以整个人我觉得是就是付航说的那种很有风格的。太有风格了，太棒了！借我3万块钱呗。我拿这段子才赚了18000，没有。我真的之前收到一个短信，说要上门枪决我。这是什么便民服务？真的说要上门枪决我，法院说4点前把钱打过去，要不然就上门枪决。我把那个短信啪一关，我一看时间6点了，就必杀我。但是你还是太善良了，你还能借钱，真的，你还是因为善良。你们有没有觉得他们也许骗子的那个后台对于打给谁，其实还是有一个后台数据是根据智商来的？对，他骗完我之后，他给我身边所有人打，他们觉得就是我被骗了，我身边都是我这个智力的人，就是真的，我爸也被打过，我男朋友也被打过，就全都被打过，只有你被骗。对，确实。哎呀，但是真的很为岳明开心，因为岳明你被骗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那次见面一起演出，然后你还那时候讲的还是你真的被骗的痛苦情绪，那时候还没有写出来段子。那时候一边讲一边落泪。对，那是真的很痛苦。然后周围所有脱口秀演员对这个事情的态度都是劝你写段子。对他们真的，他们没有人性，他们有志人须知道。他说这题材太棒了，这个题材。但是很开心，这个事情最终成为了一个这么好的段子，是的，非常厉害，岳明，谢谢，非常棒，非常棒，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段诈骗最好的归宿。那所以你这个44000被骗得很值得啊。对呀，那我还能怎么说呢？我每天梦着，我就想，我要是还有那44000。没事，你今天带来这么好的表演，然后我好喜欢你的能量，还有这个感染力。谢谢，岳明，我好喜欢你啊！谢谢。我是会为你尖叫的，但因为我声音高不了你那么高，然后也笑得差不多哑了。可是你真的好棒，谢谢。我有一种佩岑姐接下来管你要钱，你会打过去的感觉。如果我要买机票，你会打钱给我吗？会。那我不会骗你。我那就更会了。我觉得电诈要用 AI， 其实就可以用佩岑的声音，就成功率会高很多啊。我甘愿被骗44000。我觉得他们仨真的太难选了，就这一组有点是吧？有点太难选了。而且我觉得，你知道老天爷特别公平，他给有的人是文字智慧。给有的人是语言智慧，然后他给你的是那个表演智慧。谢谢。就是他的整个那个节奏和那什么，你说，就你那个架势，他们说你像烧饼的时候，我还不信，你知道吗？双臂摆动。对，你学点好吧。我都不知道唱2段还怎么。你知道他整个演完了，我就想送他一副快板，你知道吗？我会打快板。妈呀，那烧饼没饭了。特别好，其实我觉得，不知道你们仨谁会胜出啊？但是我觉得，你不觉得你其实，在戏剧表演的舞台上会有一个更……我其实演过 sketch， 演过那种全国巡演的那，但是那个时候我是小配角，但是现在我是主角。有机会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在您那个舞台上找到一些特别适合的角色？要看他给不给我们那个机会啊！回去的时候接电话说是米未，你别轻易相信啊。那个，我跟你说，我们报名费啊，刚好44000。真是马老师所说的，叫为难各位观众了。这组对决太精彩了，那我们把前2位非常优秀的表演者也请回舞台中央，有请小海，有请阿成。哎呀，全是气氛组的满票。哎，我们先公布之前，庞博，他们仨你投给谁啊？如果我真的只有1票，我听完3个人，我会投给岳明。
啊，就是我个人的审美，我个人的审美啊。为什么不投给那俩呢？就我认为，任何观众都不必回答为什么投给谁。这是马老师的坑。我也不问您为什么3个都投了。这是咱们赋予观众的这个至高最高的权利，好不好？那看看观众最后的选择会是怎样？精彩的对决结果如何？请看大屏幕。这3个演员谁赢，很难猜出来。其实阿成呢，对自己要求非常高，所以说有的时候他会觉得焦虑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我觉得都是正常的，因为他想提供更好的演出。刘仁成当然是一如既往的稳健，但是小海我有点太兴奋了。很难得有这样好的段子，好的一些社会的角度的表达，替女孩子们说出了一些东西，这个是今年最想看到的东西。岳明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演员，我就感觉他有点开始把这儿当做自己的主场了。这回呢，完全气场全开。掌声恭喜小海194票成功晋级。请你前往晋级区，小海。我能不能说一句？当然。就是其实我这个稿子阿成也帮我改过，然后包括很多编剧的帮我改的，包括国仔老师，还有很多编剧朋友。就是所以我们大家听到的每一篇稿子都是编剧还有演员我们共同完成的结果。所以阿成相当于是说他用他自己改过的稿子打败了他自己，所以呢，感谢这位编剧。都是这样的。感谢这么优秀的队伍能给我这个复活的机会，因为我去年的分其实很低，相当于我复活回来才有了第2轮这样好的表现，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幸运。第1赛段过了之后，然后准备第2赛段稿子的时候，中间也经历了很多修改和打磨，编剧呀给了我很多的建议。接下来还要继续努力，下一轮的稿子再弄得好一点，然后也接住我自己这个表演。阿成和岳明185票、183票，也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成绩。根据规则，2位要暂时先前往待定区，还有什么要和大家说？其实我特别替海姐高兴，因为我们其实私底下关系很好，我们仨好像都是 INFP， 对，所以我特别懂她，因为她线下她经常就会说自己不行，然后我就真的替她高兴，她今天这个票数，我真的厉害，海姐你特别棒。就是我确实今年录的比较艰难，然后所以说，但是还是很开心能看到小海表现这么好，而且我昨天当时在我们战队前彩的时候，我说我们组觉得没有一个人会淘汰，所有人都会赢，只有我会输。现在我跟于博都没做到，希望你们将来加油。都加油！没有优秀的对手，就没有伟大的比赛和对决。太棒了，岳明183是我上赛段的分。演得超好，演得超好，谢谢大家，谢谢。我今天对自己的表现非常满意，我这次没有遗憾了。我这次你终于跟阿成一块完成一场演出完美的演出。哎，这不是速算天才吗？嗨，我这里有道难题，要不要挑战一下？小意思，来。我在7楼的时候，每天要喝3杯茶，1杯茶200毫升，1瓶茶500毫升，每高1层多1瓶。我现在住20层，请问这是什么茶？嗨，当然是统一春福焙茶，3重焙火工艺，口口生香，而且只有仪表，没有糖。哎，你这是个天才！我现在要去到2楼，你去吗？还要去2楼？算了，我走了。算出来了，你每天喝负10.5瓶。好，我们也来看一下本场比赛所有得票情况，请看大屏幕。我们下一场精彩继续。
我会有一点紧张，但我觉得，应该是不会被淘汰。我觉得我稿子是不差的。我们当时都觉得有点紧张，后面我就觉得我要开始想那个，淘汰感言。还是有一点害怕，觉得还是有点压力的。就教主也是狠人，我跟教主打金牌战2番。其实觉得有点悬的，有一点点担心。但是这篇稿子我觉得非常适宜，谁赢谁输都说不定。Hello， 大家好，我叫黄妍锦。最近录节目一直在住酒店嘛，我觉得女生住酒店很麻烦，又担心很多隐私问题，我就很怕被偷拍。我也刷到过那种视频，教你怎么查酒店摄像头，是吧？教你查这个房间里有没有可疑的路由器，查镜子是单面镜还是双面镜，啊，电视也得查，还得看插座里有没有红点儿。我每次跟着查到一半就累得不行了，躺那个床上心想不管了，你乐意看哪儿就看哪儿吧。但是你哪怕跟着全都查了，你还是没有安全感，因为你不知道这种科技现在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对吧？为了知己知彼，我现在天天在网上搜如何在酒店安装摄像头。我现在一边查怎么防偷拍，一边查怎么偷拍，我都好奇那个大数据得怎么标记我，一个注重隐私的变态。然后现在演出有的时候主办方其实出差订酒店还蛮贴心的，会订那种比较大的房间。人家订大的房间是为了让我缓解疲劳，我住的房间越大我越疲劳。豪华大床房插座实在是太多了，我都想要那种小床房。有没有那种小房间？越小越好，光小还不行，最好也没电视、没镜子、没插座、没网、没电、没信号。监狱。但那也不是我该住的地方啊，这不是那些装摄像头的人该住的地方吗？所有办法我都试了，我现在真的是没招了。我现在住酒店，默认房间里就有摄像头。我现在住酒店，不敢卸妆。真的，我也不是宣传什么容貌焦虑什么的，我没有办法。我是一个非常在乎隐私的人，但如果我的隐私注定被泄露，那我希望泄露的都是完美的那部分。我在房间里换衣服换到一半，想起来这个房间哪里有摄像头，我第一反应都不是说挡一下什么部位，我的第一反应是不行，我得把小肚子吸进去。没有办法，我对我自己出镜的视频就是有着比较高的要求，因为我很怕这种视频会流传到那种带颜色的软件上，你们懂吧？小某书。当然这些都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如何在完全不知道镜头在哪儿的时候保持一种镜头感。我住酒店已经开始有偶像包袱了，我最近早上起床会开始很优雅的健身、做瑜伽、吃蔬菜沙拉。可以这么说，住酒店让我变成了更好的人。我现在对外都说我是自律博主，就是不知道在哪个平台上。我还有男生朋友会说黄妍锦你太夸张了，那我们男生其实也会被拍，但也就没有你这么紧张。我说废话，你当然不紧张了，你在那个平台上会被快剪。我甚至考虑过要不要在镜头前为自己打造一种成功女性的人设。我现在住酒店会对着这个房间里任何一个我认为应该有摄像头的位置下面背英语对话。就这么说吧，我确实是来上海旅游的，但是现在给我打扫客房那个阿姨啊，她以为我是来中国旅游的。我今天早上起来背英语的时候，亲耳听到她和另一个阿姨说：“你说他们老外说话为啥要对着烟雾报警器？”但我前一阵和我妈妈住酒店，我妈问我说：“你说这房间里会不会有摄像头？”我说：“应该有。”我妈说：“行，这回不怕丢东西了。”她说完我都有点悟了。我觉得人痛苦就是因为太贪心了，是吧？你住个酒店，一个消费者又想要安全，还想要隐私，怎么好事都让你占了？有一个不错了。我现在有时候背完英语都对着那个摄像头说：“别光看我，看着点东西。”我是住酒店时才明白什么叫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现场直播。
我现在住酒店的时候，这种焦虑已经到了一个什么状态？我平时在家里住的时候，不化妆不敢出家门，现在住酒店，不化妆我不敢回酒店。我朋友前两天看见我就问我，他说黄燕姐，你天天打扮这么漂亮回酒店，你说实话，你房间里到底还住谁了？我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得有200万人。我现在又担心，如果有一天微博私信收到那种99加里面说你火了，你火了，我的心想可千万得是在爱奇艺呀。讲到这儿吧，兄弟。谢谢黄宇的表演，喜欢他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投票倒计时，3、2、1，请锁票。再次感谢黄一锦的表演。其实也是，就有点像小海一样，选择了一个应该是在这个舞台上，包括可能脱口秀中都比较少去触碰的一个话题的方向。就是觉着可能这个话题，应该被更多人听到。就是它哪怕效果上没那么好，它绝对是我现在最想跟这个社会说的话。哦，我特别有感觉。然后我以前住酒店，我都没想到这一点。但现在我也不卸妆了，但我觉得非常可爱，因为一开始可能会有一点害怕你切入到这个议题，但越听就觉得很痛快。我觉得这是你的 style， 就是你创造了一个属于你很独特的氛围，我倒觉得挺性感的，就是低低的声讲一些其实还蛮令人应该要生气的事情，可是你还是用非常云淡风轻的方式去描述，我就觉得很棒，很棒。我觉得 bravo bravo， 其实很好的。我感觉你在走一个就是比较阴阳怪气的赛道。对，我这个人也是有一点这样，就是你其实是把一个场景化的东西，然后把它拆解完，你自己的内心的反应啊，你的描述啊的那个跳进跳出的部分，我觉得这个方法是蛮有意思的。就是既是亲身经历，它又是有一点夸张跟演绎的部分，但是你讲的其实还是社会现象嘛。嗯，对，因为为了喜剧性，有的话题其实你只能反着说，你只能阴阳怪气着说，才能让观众没有那么紧张吧，我觉得。但我觉得这个题材还是值得讲的啊。其实刚才您有一个点走得特好，就是您从那个受害者，比如说那我要拍你，我要偷拍你，奔那儿去，我觉得可能是另外一方向，而且也适合您这风格。然后想来想去，就想我前几年一直录那些个综艺节目、真人秀，也是给我圈在屋里，然后拿各种机器拍我。我在这儿都没这么紧张了，看这些摄像头。是，主要我是拿隐私换的钱。就没办法，我们干这行就是对。这区别就是你自己收了还是别人收了。对。我觉得哈，你的这一段在节目当中播出以后，会比你想象的反响要好，因为你知道吗？这是一个200人的场，然后你所讲的这个故事，在200人当中，切身感受的人可能不会太多。明白。如果你真的放到2000万人的观众去看的时候，它是一个社会话题的时候，在那上面的反响可能跟这儿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们上台的时候，应该更多的想到我是给更多的人在说一个我自己关注的话题。然后你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胆怯，因为其实你说的是一个更多人会去关注的话题。技巧上有一个鸡蛋里挑骨头的，就是如果化妆这件事儿在前面用了，后面就不用；如果要彻底后面用，前面就不刨那一下。我不知道啊，那种感觉，因为就是回房间化妆这个点，在前后都用了以后，后面的那个就没有那么突然，感觉上啊，其他我觉得都特别好。我觉得播出以后你会获得一个惊喜的。谢谢您。一锦也是获得了气氛组的4票满票。那也请你先回到对战区休息，我们暂时不公布你的票数，让对决继续。按不进去，他说。没关系，这希望摄像头也没那么好按。下一位要跟黄一锦 PK 对决的是今年咱们台上年龄最大的朋友，但他其实也是一位新人演员。我们掌声有请房主任。2024
2014年的4月8号，我带着俩女儿净身出户拿到了离婚证书。2025年的4月8号，什么都没发生。我过了一个平静而又幸福的一天。谢谢大家，我是房主任。平静而又幸福的一天。你觉得脱口秀给你带来了什么改变？就改变命运了，等于给了我第2次人生。杨天真送我的拉布。你咋知道这个的？信息中心总在吗？我要这点信息都没有。上台比赛必备的几样东西：奶茶。男的会画点辛苦。哎，稿子改的怎么样了呢？比我们搞得想死。好了，赶快的上开放麦，上开放麦，上开放麦，一天最好能给我上10个开放麦。这么拼，我是开放麦小达人。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房主任。我的感受就是，我还是给我自己比。我讲好了，我谁都不怕；我讲不好，谁都能打得过我。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房主任。没想到吧？老太太也是个参赛选手，我是奔着1轮游来的，稀里糊涂的就进到第2轮了。我也是没想到啊，这节目组他竟然没有黑幕。就来说一说我的老家吧。作为一个山东人啊，我在外面被问的最多的竟然是主任，你们山东真的不让女人上桌吃饭吗？在这儿，我辟个谣，只有唐香玉他们家不让上桌。我们家，我做饭的时候都吃饱了。太讽刺了。我炫的时候还会给自己配上统一春福焙茶，3重焙火，口口生香，菜香茶更香，都这么香了，谁还上桌吃剩菜？其实我老家真的不像大家传的那么重男轻女，只有我家重男轻女。我小时候啊，家里就3间石头和泥巴砌的草房，2个石头砌的破猪圈。我爸打小就给我说，草房和猪圈将来都是我哥哥的。我说爸，那你可得看好了啊，哥哥容易塌房啊。我只有2个女儿，我婆婆说没有儿子的人啊，是不全乎人，就不完整了。离婚的人是半拉人，就是1/2人。我算了一下啊，我是又离婚又没有儿子，我到底还是不是个人啊？我还存不存在啊？我听说薛定谔养的猫是既存在又不存在的。我说哦，原来薛定谔养的是只离婚的母猫啊。在我老家，没有儿子的人都不能去参加别人的婚礼。我小时候的结婚啊，我寻思我不能去参加婚礼，我也出点力呀，我就去提前帮着收拾新房去了。这给我婆婆吓的呀，跟在我屁股后面看我都碰了啥了，怕不吉利，拦着我啊，不让我碰新人的床和被子，说我碰了以后啊，我小叔子就会跟我一样，只生女儿不生儿子了。我当时心里想哈，这生男生女不是他们2口子之间的事儿吗？我的参与度咋那高呢？
我是辅助啊。我要是真有那本事，他们不应该歧视我，他们应该供着我。给我惹急了，我把全村的被子给他摸一遍。到时候我们村就是女儿国。我就是女王陛下。越想越生气，这我小叔子以后要是真生了儿子，我不就更受歧视了吗？我就趁着没人注意，摸了他2把被子。别说啊，我小叔子结婚第2年，一胎生了2儿子，我也感到很奇怪。这咋还摸反了呢？难道我的体质跟别人是相反的吗？我要早知道我这么灵哈，我摸的时候就该摸他个18、18把的，让他生10个8个儿子，累死他。嘴上说的硬气，但还是有点心酸的。在我们村啊，原来不仅婚礼不让没有儿子的女人参加，就连村里分的宅基地和墓地，他都没有女人的。就活着我没地位哈，死了还没地方。就我想下去哈，只能蹭男人的。别人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我都羡慕了。他居然有坟墓。我很痛恨那种重男轻女的观念，但我也想生儿子，我就去找偏方了。我们村里人给我介绍一个大夫，说他的药老灵了，吃上肯定生儿子。我就翻过了好几座山，找到这个大夫，拿了药，刚要走啊，又进来一个患者说：“大夫，你给开点药，俺家兔子拉肚子。”我说什么？我这才知道啊，他是个兽医。就回家的路上啊，我一边翻山，我一边想，你说我好歹也是上过学、读过几年书的人，我怎么就翻不过城建的这座大山呢？兽医开的药，我怎么就不能吃？兔子能吃，我就能吃。我狠起来，连兔子都吃。万一好使呢？第2年我又生了个女儿。其实这些年哈，我看着我婆婆带着我小叔子一家人节衣缩食的给俩儿子买房攒彩礼，我心里就偷着乐。没有了，开玩笑的啊，有时候也笑出声。但是在我们村啊，女儿再怎么优秀，还是会受到歧视。哪怕是亲戚之间，她也会攀比。有孙子，她就是王炸。我说我女儿1个月工资1万多，我堂哥说我有孙子。我姐说我女儿在上海买房了，我堂哥说我有孙子。我姐说我也有个孙子，我堂哥说我有3个孙子。我说你累得跟个3孙子似的。我说你要那么多孙子干嘛？你要去移山吗？城建这座大山靠孙子他是搬不走的。我堂哥气的哈，噌的一下就站起来，指着我说：“你连个儿子都没有，你是啥？”我也噌的一下站起来，我说：“我是女王陛下。”谢谢大家，我是房主任。谢谢房主任的表演。喜欢他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投票倒计时，3、
2、1，请锁票。掌声再给女王陛下。还是天真姐先说吧，肯定很有感触。对，就是房主任第一赛段的表演，我觉得的浓度、的烈度、的好笑程度，都是这个节目我觉得可以排进前几名的一个表演。然后其实我本来第一赛段是有点担心房主任，因为你讲你的人生故事，我怕就是是不是第一集已经用尽所有的力量。然后我今天听到的时候，我觉得你是一个持续创作者。又经历了很多很丰富的人生，所以我相信你可以有更多的好的表演给到我们看见，非常谢谢你。房主任的女儿是不是今天也在现场？在哪里呀？他们就别提他俩，就因为他俩，我觉得我现在血压都快干到300了，太紧张了。他们不来我老轻松，他们一来我太紧张了。2楼是我们很多演员的亲朋好友们，也谢谢你们来到现场支持他们。我是我妈的大女儿。您不会就是2女儿吧？这个就是吃那个兽医的药生的2女儿。是第一次看到妈妈在舞台上吗？看过我妈一个开放麦，第一次在这个爱奇艺，然后这么大的舞台看我妈，哎，有点紧张了。我也太紧张了，就因为他俩来，心咕咚咕咚的跳。我觉得我妈这么多年，哎，说实话，我这样说有点卖惨。我觉得我妈这么多年，闺女不说，马上我们以后都是好日子，妈妈马上就能给你们一个家。就虽然说我妈没有生儿子吧，但是我觉得生闺女不比儿子差，说真的。对。我希望我妈妈就是能一直保持这个算是独树一帜的风格吧。我希望她能就加油，我们就是不管顺庸如何，就开心就好。希望大家听了也开心。我相信就是家人在现场，一定既是压力，也是动力，很紧张。但是演得很好，我想这一点观众都把热情给到了。马老师应该也是第一次现场看房主任的表演哈。对，您是全场年龄最大的选手，然后到他这儿他就直接 Q 我，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哈。其实我知道啊，在后台嘛，我在后台，我在上台之前，我其实还信心满满的。结果阎鹤祥路过的时候，阎鹤祥老师一脚把我脚给我踩中了。我确实扛呀，这是。就那一刻啊，我在0.01秒之间做了段数学题，我在飞快的计算，我说倒下呢，我还是身残志坚的上台来比赛，就是我就想倒下，我觉得我以后养老有保障了。阎鹤祥老师在后台被扣到了，说是王建国他爸爸，然后对面有个老登。明明比我岁数还大，他说刘洋带他妈妈来了。西西，说我呢？西西，这是我妈。我心里想啊，你明明你才是刘洋他爸。马老师，我同意。因为刘洋嘛，在那个喜人奇妙夜嘛，那太子。我还太子，我那么惨。你看，这个秘密都保存了这么多年了，今天您给说出来了，哎，但是我还是很为刘洋骄傲的啊。谢谢爸爸。我也为你骄傲。谢谢妈妈。好感人的一幕啊！这是什么爱奇艺保卫战？这是。宫斗，又女王又太子。王主任，说实话，在您在台上出现之前，杨天真一直是我心中的女王，但是今天女王易主了啊！这个没有。您那个作品里有2个地方，我听的时候，我心里面特别感慨，一个是哥哥会塌房，一个是我打辅助啊，就是我觉得年龄是需要打破那个年龄壁的。它不光是语言，更重要的是心态。
咱俩都是大约有能力。你自己啊，我不了，我比你小多了，我比你小多了。我自己是有能力打破那个年龄壁的人，好吧？所以我很为我骄傲，好吧，王主任，谢谢。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房主任带给马东老师的力量。那我帮你报名那个披荆斩棘的哥哥，我帮房主任去报名那个乘风破浪的姐姐。哥哥会塌房。哇，房主任，你是女王陛下，你就是我的公主。哇，你刚刚一边讲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您的这个表演就是把我们从绝望中又看到希望。你说成见是座大山，然后你要翻越那座大山的时候，兔子能吃，我为什么不能吃？就是明明眼泪都在边上，突然之间又被您笑了。就像我看到你闺女的时候，我知道她们一定很为妈妈感到骄傲的。然后我看到你在台上也流眼泪了。就是有点太激动了，就是我一直激动的在哆嗦，心也跳得特别快。我一度以为我完不成这个表演，结果就是能坚持下来，有点太激动了。谢谢你们，谢谢现场的观众。闺女们知道你这么棒吗？他们一直知道。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了不同的可能，也谢谢你站在这个舞台上，你就是最棒的女王陛下。谢谢。说那个打破成见的那个梗的时候，得感动台下多少兽医啊！您有这是在场所有人都不具备的经验和阅历，就说这些话只有您说才对。还有一点，您先别怼我，我那意思。我怼男的也分年龄，还分长得好看不好看。趁我还是小灯的时候，我先，没有，就是咱们站在这台上拿着这麦克风，咱们都不是好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老好人他说不了脱口秀，因为他没有观点，没有看法。然后您呢又利用自己的经验，对其实我刚才我看您演的时候，我脑海当中一直有一个词儿狡黠，对，但是您的狡黠非常的可爱，我希望您能一直狡黠下去。然后也向替杨翔向您的脚道歉，对，德云社等会起单跟德云社打官司啊，要点药费。您说以后有个家都是讹人讹来的时候，要不我躺下？行，我站起来。真的被杨可祥踩一下还是挺惨烈的。是的，对他挺重男的，我挺女。我真道歉了，当时。我知道您为什么只准备一篇稿件了，您写的太快了。是。把这些剪吧，传吧，第3轮又有了，这是。我还仔细问过他，就这些个这种特别网络用语的词儿，都是他自己写的。他真知道，非常精彩，我看也是获得了气氛组的满票。我们也看一下这场 PK 的结果，请黄一锦一起回到舞台中央。都是满票，结果会如何？全部交给现场的200位朋友了。结果如何？请看大屏幕。恭喜房主任189票，直接晋级，请您前往晋级区。同时，黄一锦139票的成绩，根据规则要暂时先前往待定区了。离开主舞台之前，有什么要和大家说的？我想谢谢几个编剧，我觉着编剧对大家的稿子都是有帮助的，然后也很辛苦。谢谢我们幕后所有的朋友，谢谢大家。我们黄一锦暂时前往待定区。加油！